投资3000万，票房高达9亿，这部国产电影究竟好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小乔是一个城市的女白领，住在一栋破旧的出租屋里，也没什么存款。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嫁给一个能为她买下价值2000万豪宅的男人。但是小乔这么拜金是有原因的，她梦寐以求的那座豪宅是她很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住过的家。后来父亲惨遭不幸，小乔一夜之间从一个富家女变成一无所有的落魄姑娘。但是买下一座豪宅可不是一个普通男人就能实现的，于是小乔母胎单身，已经是31岁的圣斗士了。尽管她身材高挑，长相美丽，但她的眼中只有星辰大海。购买豪宅这么苛刻的条件，还是逼退了那些小鱼小虾。另一边，小明是一个生活在20年前的落魄小屌丝，他20年前居住的这个房子，现在已经被小乔租下来居住。本来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两个人，却因为一个奇妙的夜晚，将生活轨迹重叠在了一起。这天，小乔回到家之后，随手把内衣扔进了洗衣机。奇怪的是，这件内衣竟莫名其妙出现在了20年前小明蒸馒头的锅里。紧接着，小明晚餐准备的豆芽也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20年后小乔的浴缸里。两人都对这些事情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又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于是只好放下疑惑，各自上床睡觉。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奇妙的夜晚，20年前的空间和20年后的空间居然重叠了，房子相连在了一起，连墙壁也消失了。就是这么突然。第二天清晨，两人醒来的时候竟然睡在一张床上，小乔还把手拍在小明的脸上。小明睁开看后一脸懵逼，小乔也发现了身边的这个不速之客，还以为是昨晚那个流氓溜进家里，转身拿起衣架对着小明就是一顿乱打。小明既懵逼又委屈，他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小乔看他也不像说谎的样子，于是两个人都冷静下来，分析当前的局面。很快他们就发现对方和自己的时间相差了整整20年。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家里的门居然能从左右两边打开，从左边打开就是1999年，那时候小霸王游戏机还在流行，杀马特发型正是时代潮流，而从右边打开就是现在的2018年，苹果手机盛行，微信支付宝成为日常，点外卖更是家常便饭。小乔做梦也没有想到，电视剧里的狗血穿越剧情居然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他转念一想，能穿越到20年前，那自己不就能看见去世的父亲了吗？想到这里，他马上收拾好，来到自己曾经居住过的豪宅，果然看见了父亲和小时候的自己在院子里玩耍的场景。小乔百感交集，激动不已。但是在不同时空里的自己是不能相见的，否则会发生巨大的时空事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导演说这样，咱就这样呗。于是当小乔在豪宅外驻足了一段时间后，立马感觉山崩地裂，头痛欲裂。他明白，即使是远远的看一眼，现在也做不到了。由于小明和小乔都是苦逼的上班族，无法细想这其中的缘由，于是两人继续按照以前的生活轨迹上班下班。这天，小乔在上班的时候偶遇了以前的老同学小雅，发现小雅已经嫁给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再看看自己从富家女沦落为了一个小小的苦逼店员，难免心生嫉妒。为了给自己的脸面争光，小乔又撒谎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富家公子。这时小雅邀请小乔一起共进晚餐，并嘱咐他带上自己的对象。小乔也不好意思拒绝。回到家后，小乔没有办法，只好请小明帮自己这个忙，假扮成自己的海归男友。可小明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屌丝啊，看上去就是个愣头青，哪里能装出有钱人的感觉呢？于是在餐宴上，小明一连串奇怪的举动还是暴露了他原来的身份。尽管小乔努力为他遮掩，但想必老同学一定是看出了端倪。可最令人尴尬的局面却还是小乔自己制造出来的。在吃饭的时候，小乔不小心将自己的假宝石戒指碰落了，宝石滚到厨师的铁板上，顷刻间化成一滩胶水。小乔自知丢人丢大了，于是匆匆忙忙回了家。一到家，小乔立马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愤懑一下子发泄了出来。就在这时，两人突然想到，既然穿越了，那就可以利用这个超能力做一些赚钱的买卖，比如说买彩票什么的。只要在20年后查阅到20年前某一天彩票的中奖号码，然后回到20年前，在那天买下对应的开奖数字，不就可以轻轻松松赚个几百万吗？一夜暴富不是梦了。想到这里，两个人都开心的小鹿乱撞，于是马上着手去办此事。期间两人到处玩闹，体验 VR 技术，吃冰淇淋，还玩起了陀螺，看上去就像一对真正的情侣那样互相逗趣。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在彩票开奖这天，两人所买的彩票上的数字突然消失不见了。看来即使是穿越到了过去，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老天爷也是不允许的。眼见到嘴的肥肉飞了，两人心中很是不甘，互相数落着对方，还在大街上开骂。骂得正激烈的时候，突然小乔身后大楼的 LED 屏幕上出现了小明的身影。定睛一看，原来20年后的小明已然成为一个房产大亨。
小乔见状，立刻另眼相待，摆出一副笑脸，开始阳奉阴违小明。小明看到20年后的自己是如此优秀，自然是得意洋洋，还说想走进大楼，见证一下自己辉煌高光时刻。可就在小明在展厅内看到20年后的自己时，也发生了时空事故，大楼开始出现地震的现象，大家都匆忙逃命。突然，小明一个不小心被大楼的碎片砸伤手臂。与此同时，20年后的小明手臂上也立马出现了一个疤痕。看来哪怕是穿越时空后，自己还是能对未来的自己产生影响的。很快，20年后的小明找来了一个博士，通过对话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小明一手造成的。成为地产大亨的他，为垄断未来的先进技术，便请来了这位博士，致力于研究多重时空。本想穿越到2037年，结果出现重大失误，打开了1999年的时光入口，这才让20年前的小明和小乔相遇。博士告诉他，如果20年前的自己做出一些作死的举动，那么20年后的他也会跟着一起受罚，稍有不慎都有可能消失不见。而小乔和20年前的自己相遇，很可能会改变未来的走向。于是他找到小乔，承诺为小乔买回那栋2000万别墅，但条件是小乔应立马离开20年前的自己，以免他再做出类似的举动，对现在的自己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消失。他还吓唬小乔，如果他不离开小明，小明也会因时空错乱而消失。虽然他开出的条件很诱人，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小乔已经对20年前的小明产生了感情。可他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离开小明，小明就会消失的事，还是强忍着心痛跟他做了告别。两人各自回到各自的时空继续生活。回归正常生活的小明十分思念小乔，便决定化身20年后的自己去见小乔一面。于是在一个夜晚，小明穿的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拿着鲜花来到20年后，找到小乔。本以为自己计划的十分周密，却因为西装上的商标、99年的手机铃音以及局促不安的神态，让小乔一眼看出了端倪。虽然他没有直接揭穿，却也是口口声声在交代诀别留言，忍不住地抱着小明深情拥吻。两人都明白，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会有联系了。但小乔还是放走了小明，不是因为他选择荣华富贵，而是因为他要让小明好好活下去。于是20年前的小明回归到原本的生活后，又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这天，他的上司找到了他，想跟他做一件伤天害理的缺德事，那就是策划一起谋杀案，而谋杀的对象就是他的董事长。上司承诺事后会给他一大笔钱。尽管小明明白这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还是昧着良心做了下去。可正当他即将把董事长推向悬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董事长车上的钥匙扣居然和小乔一直戴在身上的那个钥匙扣一毛一样。他马上就明白了，董事长就是小乔的父亲，而自己20年后之所以功成名就，也就是靠谋杀小乔父亲得到的这笔横财起家的。如果说不认识小乔，那这一切很有可能顺理成章的进行下去。但此刻的小明已经不能容忍自己做出这么对不起小乔的事情了。于是千钧一发之际，他推开了上司，拼着自己的老命救下了董事长。就在他完成这一切的瞬间，20年后的小明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在痛苦的呐喊声中消失了。那个上司最后也被逮捕，因为董事长获救，历史也被改写。小乔得以在原本的幸福环境中长大成人。本以为两人再也不会有交集，可是穿越时空这种事既然发生了一次，就难免不会再发生第二次。就在这天，两个人都在各自的新旧大街上走着，而且是同一条。此时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路边玩着陀螺，陀螺只要不停下来，时光就可以倒流，见不到的人可以再相见，可以留住美好的时光。也许是老天爷不忍心让两个相爱的人就此分离吧。于是在时间陀螺的旋转下，两人再一次扭转了时空，相遇了。故事到此结束。兜兜转转的喜剧爱情故事，讲述着每个人在成长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选择题：坚持自我与向利益妥协。没有陈词滥调的叙述，也没有批判或者惩罚，导演依然回归烂漫与现实的生活之中，将那些点滴的小事慢慢加工。日子就像一个慢火温煮的砂锅，爱情的悲喜与现实的选择皆是其中美食。在相濡以沫的温煮之中，将味道慢慢调和，每个人的选择也会顺其自然地呈现出来。至于这个选择或好或坏，自有时间来讨喜。本期的故事到这啦，小伙伴们，下期见，拜拜。